一架飛機冒着滾滾濃煙從天而降，現場除了散落滿地的殘骸碎片，2具血肉模糊的遇難者屍體，最讓人毛骨悚然的，竟然還有一具封存了近1000年的埃及石棺。考古學家費了9牛2虎之力將其打開，發現裡面的木乃伊居然栩栩如生，像極了一個正在熟睡的孩子，詭異無比。工作人員上前拍照。今天給大家帶來2026年萬眾期待，由溫子仁監製的最新恐怖電影《木乃伊》。本片將埃及神話與邪靈詛咒巧妙融合，既有遠古傳說自帶的神秘詭譎，又充斥着邪典影片裡獨有的扭曲變態，當然也少不了惡靈蘇醒後的血腥屠戮。話不多說，點個讚，開始咱們今天的精彩內容。我們的男主角查理是電視台的一名駐外記者，因為工作的需要，他帶着妻子和2個孩子來到了埃及開羅，過着平靜而幸福的生活。但很快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擊碎了這份美好。這天2個孩子因為玩具打了一架，因不滿爸爸袒護弟弟散步，凱蒂一個人跑去後院的秘密基地，玩起了過家家的遊戲。這時外面有個女人跟他打招呼，對方自稱是凱蒂的好朋友萊拉的母親，還說自己是一名魔術師。女人隔着鐵絲網給凱蒂表演魔術，讓女孩逐漸放下了戒心。與此同時，查理接到了電視台調任他回國的通知。查理迫不及待將這個好消息分享給了妻子。2人通話的時候，查理無意間在女兒臥室裡發現了大量的糖果包裝紙，可他們家裡根本沒有買過這種糖果。詢問過小兒子後才得知，凱蒂最近在鐵絲網外邊交到了一個新朋友，這些糖果就是那個朋友送給他的。查理預感到大事不妙，想要找凱蒂問個明白。與此同時，女人表演完後遞給凱蒂一包糖果，但她還有一個比任何糖果都更加甜美的禮物要送給凱蒂。隨後女人遞過來一個油桃，凱蒂接過來後，對方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I hope you can forgive me, Katie. For what? 水果裡突然钻出一只甲虫，爬進了女孩嘴裡，凱蒂隨即倒在地上，失去了自我意識。待查理找到這裡時，只見鐵絲網上破了一個大洞，女兒凱蒂早已不知所蹤。男人心急如焚，隨即來到大街上四處尋找。可就在這時，空中突然響起了沙塵暴來襲的警報，狂風裹挾着黃沙席捲了整個小鎮，街上的行人紛紛驚慌失措往家趕。混亂中，查理看到前方有一個模糊的身影抱着一個孩子，身形酷似自己的女兒凱蒂。他趕忙拼盡全力追了上去，但奈何狂風肆虐，吹得查理睜不開眼睛。對方最終還是消失在了漫天黃沙之中。查理和妻子第一時間來到當地警局報案，局長特意找來了一名懂英文的女警與他們溝通。2人說明來意後，局長不但不願意幫忙，甚至還懷疑這是他們自導自演的鬧劇。Hey,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think we did this? You think we did something to our own daughter? What the fuck is your problem? Somebody took our child. Are you gonna fucking help us? 查理大闹警察局，但卻依然沒能帶來任何的改變。時間一晃過去了8年，查理夫婦早已回到了美國，凱蒂就如同人間蒸發了一般杳無音訊，但他們仍然心存希望，把原來凱蒂房間裡的擺設原封不動搬到了新的家裡。夫妻倆又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莫德，現在他們全家人跟孩子的外婆生活在一起。雖然生活已經漸漸歸於了平靜，但凱蒂依然像是夢魘一般，死死困住了查理和妻子麗莎。這些年來，2人一直生活在愧疚與自責之中，始終無法做到真正的釋懷。鏡頭再次回到埃及開羅，一個年輕小伙正蹲在地上修車，在他看不見的背後，一架飛機冒着滾滾濃煙從天而降，巨大的爆炸聲引起了小伙的注意，好奇心驅使着他走進了附近的樹林。事故現場除了滿地的飛機殘骸，還有2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小伙子被嚇得慌忙逃離，緊接着又看到一口通體黢黑的石棺深深插入地下，像極了一座墓碑。這件事很快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任何儀器都掃描不到裡面的情況，不得已只能開棺一探究竟。可令考古學家震驚的是，裡面居然躺着一具栩栩如生的木乃伊，而且木乃伊的指甲好像還在不斷的生長，整體看上去像極了一個熟睡的孩子，詭異無比。助手趕忙拿起相機拍照。遠在千里之外的美國，
查理夫妻俩很快就接到了来自驻埃及大使馆的電話，原來石棺中的木乃伊正是他們失蹤了8年的大女兒凱蒂。夫妻倆聽到這個消息後悲喜交加，完全想象不到後面發生的事情有多恐怖。他們第一時間趕往開羅迎接女兒的回歸，醫生讓他們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凱蒂滿身創傷，還極度營養不良，在她面前不可以有過激的動作，也不可以發出太大的聲音，以免刺激到對方導致精神崩潰。即便2人已經做足了心理建設，可當看到凱蒂的慘狀時，還是控制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凱蒂的四肢扭曲變形，皮膚乾枯皸裂，眼神空洞呆滯，如同失去了靈魂一般。不敢想象這8年時間裡，女孩究竟遭受了怎樣非人的折磨。隨後2人見到了當年為他們翻譯的那名女警薩奇，從女人口中得知，裝着凱蒂的那具石棺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警方懷疑他們這麼做是打着唯物交易的幌子實施販賣人口的勾當。查理根本不關心這些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Are you gonna do a better job of finding who took our daughter than he did? Yes. 外婆做了满一桌子的蛋糕，希望把凱蒂這些年錯過的生日全都給補回來。兄妹倆也做好了見凱蒂姐姐的準備，可當他們看到對方的模樣後，卻被嚇得誰都不敢上前。凱蒂就這樣被接回了美國家裡，外婆看到孫女被傷成這樣心疼不已，隨即默默念起了禱告詞為她祈福。沒想到這一舉動似乎是激怒了凱蒂。Amen. 麗莎趕忙按照醫生的叮囑，給凱蒂注射強效鎮定劑，女孩才慢慢的恢復了平靜。當天晚上，凱蒂依偎在母親懷裡，聽着母親給她講小時候的故事。另一邊的查理則是研究起了那口石棺，裹屍布上那些看不懂的古怪文字，像極了某種古老而神秘的祭祀儀式，處處透露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詭異。研究了半天依然毫無頭緒。另外一個房間裡的莫德和塞布，臨睡前突然聽到牆體裡發出了奇怪的異響。幾乎與此同時，查理2人發現臥室裡的凱蒂不知跑去了哪裡，找遍了整棟房子都沒有發現對方的身影。他們着急忙慌來到孩子們的房間，卻被告知牆體裡面有動靜。夫妻倆拿着手電筒相繼進入，終於在角落裡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凱蒂行動敏捷，還發出如同野獸一般的陣陣嘶吼，與白天虛弱無力的樣子截然不同。不僅如此，他還捕食黑暗中的蠍子當作食物，完全不是一個正常人該有的模樣。2個人好不容易將其抓住，女孩隨即又吐出了大灘的污穢，刺鼻的腐臭味迅速灌滿整棟房子。更加奇怪的是，第2天早上送孩子們上學，門口竟然圍滿了目露凶光的郊狼。他們平日裡根本不敢靠近人類的居所，今天這個場景屬實把孩子們嚇了一跳。臨近下車時，塞布終於還是沒能忍住說出了心中的疑問。他能感覺得到，凱蒂並不僅僅是生病了這麼簡單。What happened to her dad? 可查理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I don't know, Sam. 回家後，查理鎖死了通往牆體內部的洞口，也就是在這時，他才發現凱蒂臥室的地毯下面滿是腥臭的不明粘液，幾乎已經腐蝕透了厚厚的地板。此時，母親和外婆正在浴室裡給凱蒂清理身體。麗莎發現剛給女兒修剪過的指甲，一夜之間竟然又長長了很多，而且異常堅硬。女人不得已只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沒想到竟然把整個指甲連同着腿上的一大塊皮膚全都扯了下來。查理聽到呼喊聲來到衛生間，只見妻子和岳母全都倒在地上，凱蒂又一次不知跑去了哪裡。男人循着女兒的怪叫聲來到樓下，只見凱蒂正拿着鐵棍發瘋一般猛戳自己腳上的傷口。麗莎在給凱蒂包紮傷口時，凱蒂的牙齒一直在有節奏的相互撞擊。查理心煩意亂，根本沒有留意到這是女兒在向他求助，甚至還想把凱蒂送去療養院，讓專業人員照顧凱蒂的飲食起居。這個提議遭到了麗莎的拒絕，2人還因此爆發了激烈的爭吵。他們似乎都想把當年凱蒂失蹤的責任甩鍋給對方。原本平靜的生活再起波瀾，一家人的噩夢也隨着凱蒂的回歸拉開了帷幕。隨後查理來到衛生間收拾東西，卻在凱蒂被扯下的那塊皮膚上發現了貓膩。女孩皮膚的表面還覆蓋着整整7層薄如蟬翼的布條，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奇怪符號，像是一種看不懂的文字，又更像是一種古老而神秘的符咒。
查理找到了一位研究古埃及文化的歷史學家，希望可以從他這裡得到些許有用的線索。老人一眼就看出，布條上是埃及最古老的僧侶體文字，比象形文字還要早了幾千年的歷史。想要将其破解出來，需要一定的時间。查理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這些符號上，希望可以借此查出女兒失蹤背後的真相。晚上照看女兒時，凱蒂又一次開始猛烈地撞擊牙齒，而且似乎還有着某種固定的規律，像是在傳遞什麼信息。查理猛然想起小時候他和凱蒂玩過摩斯電碼的遊戲，於是趕忙把女兒敲擊的節奏一一記錄下來。隨後他又翻箱倒櫃找到了當年的那本破譯手冊。查理对照着手冊破译出了一個名字，萊拉。他隨即撥通了開羅女警薩奇的電話，把這個關鍵線索告知給了對方，讓女警幫忙找出這個名叫萊拉的兇手。即便對方不是兇手，肯定也與兇手有着莫大的關聯。女警也讓查理回憶一下，當年他在開羅工作時，身邊有沒有叫萊拉的朋友和同事，亦或是在凱蒂失蹤後，有沒有叫萊拉的人接近他們或者試圖與他們取得聯繫。這句話一下子點醒了查理。當年凱蒂失蹤後，他們收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慰問信件，全都被查理細心地保存了下來。他把信件攤在地上，逐一拆開來看，功夫不負有心人，竟然還真就讓他找到了萊拉的線索。對方聲稱自己是凱蒂最好的朋友，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了凱蒂身上，讓他非常難過，署名為萊拉·哈利勒。與此同時，深夜上完廁所的莫德正準備回房間，突然聽到凱蒂的房間裡傳出了悠揚的歌聲。出於好奇，他湊過去與姐姐打了個招呼。Katie, is that you singing? Yes, I can talk now too. 莫德想去告訴媽媽，卻被凱蒂叫住。他說想與莫德多練習練習說話，等熟練了再給父母一個驚喜。凱蒂還表示自己很喜歡他這個妹妹。Like what? Like how your little piggies taste. 莫德意識到不對勁，想要逃離，卻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死死釘在了原地，緊接着又不受控制地飄到了半空。凱蒂嘴裡念着晦澀難懂的咒語，自此以後莫德便成為了他的傀儡之一。另外一邊，查理把找到的信件內容發給了女警薩奇，對方根據這個線索很快鎖定了目標嫌疑人。萊拉一家人住在沙漠腹地，在那裡經營着一個油桃種植農場，而當年凱蒂失蹤現場的照片裡恰好就有一顆掉落的油桃，似乎一切都對應上了。另外一邊的教授也翻譯出了那些古埃及文字，裡面多次提到了一個神話中的惡魔納斯馬尼拉。這個惡魔以挑撥家庭成員間的關係為樂，讓親友們相互猜忌，反目成仇，直至互相殘殺，所以也被稱為家庭的毀滅者。西元前2000年左右以後，關於納斯馬尼拉的文字記載越來越少，所以很多神學方面的研究專家猜測，納斯馬尼拉是被一種古老的巫術給封印了。教授懷疑布條上那些看不懂的符號很有可能就是某種神秘的咒語，用以壓制那個早就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惡魔。鏡頭再次回到薩奇這邊，他獨自一人駕車來到了嫌疑人的住處，敲門無人回應後，他從後門悄悄溜進了嫌疑人的家裡。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座房子正中間的位置是露天的，一座小型金字塔赫然映入眼簾。女警不小心踢到了地上的一條鐵鏈，隨手一拉，竟然又出現了一條急轉向下的階梯。階梯盡頭是一間石頭砌成的密室，按照方位來看，這間密室應該正好處於金字塔的正下方。四周牆壁上刻滿了看不懂的符咒，頭頂上有一些類似吊裝的設備，地面上還有一個凸起的條形石塊，應該是之前放置石棺的位置。就在女警確信無疑準備呼叫支援時，卻突然發現大門不知何時被打開，原來是嫌疑人家裡有人回來了。薩奇馬上表明身份，讓對方配合調查，可對方隨即扔下東西跑向了一邊，隨後又舉着刀猛衝過來，被薩奇一槍擊中。女人走過去查看對方的傷勢。一個女孩聽到動靜跑了過來，看到薩奇後轉身就向農場深處狂奔而去。女警追着對方一路來到懸崖邊，這時她才發現女孩並不是想趁亂逃離，而是想讓薩奇看一樣東西。眼前這個女孩正是寫信給凱蒂的萊拉·哈利勒。薩奇小心翼翼走過去，將對方挖出來的鐵盒子緩緩打開，盒子裡是一卷寫有凱蒂名字的錄像帶。與此同時還發生了這麼幾件事。麗莎準備洗澡的時候，水龍頭突然噴出了大量污水，懷疑是自來水的過濾系統出現了問題。她跑去了地下室查看情況，樓上負責照看凱蒂的外婆又忍不住向上帝做起了禱告，祈求自己的孫女可以早日康復。
凱蒂突然抱起，死死咬住了外婆的手掌，並將女人順勢撲倒在地。外婆使出全身的力氣將其踢開，再想逃走已經為時晚矣。緊接着，凱蒂的身體慢慢飄到空中，嘴裡發出了類似打嗝一樣的怪聲。地上的十字架項鏈很快便有了反應，如同有了生命一般爬到外婆身上，並死死纏住女人的脖子，將其拎到了半空。Don't worry, Grandma. It's fun to be dead. 凱蒂一口气将外婆吹到了楼下。此时，查理刚刚接放学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女人的尸体正好砸在了他们的车上。看到外婆的惨狀，小女兒莫德不但沒有害怕，反而痴痴傻笑。麗莎聽到響動，衝進了凱蒂的臥室，可凱蒂卻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乖乖躺在床上。此時的外婆還沒有徹底斷氣，但卻被一擁而上的郊狼瘋狂撕咬着身體。所有人眼睜睜看着悲劇的發生，卻不敢靠近，直到女人的慘叫聲慢慢歸於了平靜。另外一邊的薩奇播放了那卷寫有凱蒂名字的錄像帶，裡面是萊拉的母親，也就是被女警開槍打傷那位女士的一段自述。錄像帶裡的內容顛覆了薩奇的世界觀，讓他不敢相信現代文明中竟然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女警看完後異常憤怒，回到審訊室就質問萊拉。直到這時我們才發現，萊拉的舌頭早已不知被誰切去了半截，雖然含糊不清，卻還可以說話。萊拉曾經試圖把真相告訴年幼的凱蒂，所以母親割掉了她的舌頭作為懲罰。說話的速度太慢，女孩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寫在了紙上。薩奇看完後無比震驚，隨即聯繫了遠在美國的查理，很可惜對方的電話始終處於無法接通的狀態。Hey, you're through to Charlie Cannon. I can't get to the phone right now. Leave me a message. Charlie, it's Zeki. I have to come see you. There's something I need to show you. 此時的查理一家人正在忙着操持外婆的葬禮，為了避免嚇到趕來吊唁的親友，他們把凱蒂鎖在了房間裡，讓賽布守在門口以防萬一。但這並不能困住凱蒂體內的惡魔出來搗亂。他先是言語上誘惑賽布幫自己看門，賽布被嚇得躲進房間戴上耳機。凱蒂的聲音依然可以如影隨形般在男孩的耳邊響起。緊接着他又捅穿臥室地板，從一樓天花板上探出了頭。莫德見狀趕忙幫他打掩護。女孩先去外婆的屍體前取下對方的假牙，然後塞進自己嘴裡，緊接着發瘋似的攻擊現場的賓客。凱蒂則趁亂鑽進了外婆的棺材裡。麗莎聽見響動趕過去時，只見凱蒂正在啃食外婆的屍體，兩人拉扯過程中弄翻了棺材，外婆體內的防腐液順着傷口流了一地。緊接着眾人就看到了不可思議的一幕。原本莊嚴肅穆的葬禮變成了一場鬧劇。麗莎收拾東西，帶着孩子們準備離開，留下查理獨自照看凱蒂。殊不知除了莫德以外，賽布也早已被惡魔控制。就在這時，開羅的女警找到了家裡，我們也從這卷錄像帶中得知了所有的真相。艾拉家族是古埃及某位大祭司的後裔，世代守護着惡魔納斯馬尼拉的秘密。他們的祖先把惡魔封印在了自己身體裡，並在自己的石棺上面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壓制馬尼拉。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體內的黑暗力量會慢慢的侵蝕掉這具軀殼，所以每隔幾百年，他們就要再找一個活人作為容器來封印惡魔，而且越年輕的身體堅持的時間越久。錄像帶後半段就是轉移惡魔的完整過程，將凱蒂與上一任宿主的身體面對面靠在一起，隨後念出古老的神秘咒語，便可輕鬆完成轉移。再給凱蒂纏上帶有封印功效的裹屍布，就算大功告成。萊拉的母親之所以錄下這卷錄像帶，也是想作為一個教學視頻留給自己的後代。本來凱蒂會在金字塔下面的石棺裡躺上幾百年，但由於當地近期有山洪、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發生，萊拉一家人不得已轉移了石棺。或許是失去了金字塔的壓制，石棺內的惡魔想趁機擺脫束縛，亦或是兩個哥哥的操作失誤，導致運送的飛機剛剛脫離地面就發生了事故，這才有了後面我們看到的故事。就在3個人看錄像帶的時間裡，2樓的凱蒂又有了新的動作。 Baby brother. Yes? Wanna come help me get undressed? Yes. 被控制的賽布從牆體內部鑽到凱蒂的房間，幫他解開了身上的束縛。凱蒂隨即扯掉皮膚外層的封印，從而恢復了自己的完整法力。漫天黃沙朝着他們的房子聚攏而來，邪惡力量隨時可以吞噬掉這裡的一切。查理兩人強忍着翻湧的情緒看完了錄像。麗莎不忍心自己的女兒繼續受苦，衝到樓上就要放出凱蒂。查理始終呆坐在電視機前，
久久沒能從震驚之中回過神來。就在這時，身後傳來異響，死去的外婆再度現身。 Hey, darling. Do you want a feast on me? Come on. Taste it. 楼上的驚叫聲把男人拉回了现實。查理上樓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凱蒂猛地衝過來，把男人撲倒在地，惡狠狠從男人臉上扯下一大塊皮肉。麗莎二人趕緊上前幫忙，女警被推到樓下摔暈了過去，麗莎也被撞倒在地。女人趕忙爬起來去卧室尋找鎮定劑，殊不知賽布拿着棒球棍早已在此等候多時。女人順勢鑽進了牆體夾層，賽布也緊隨其後跟了過來。另一邊的薩奇剛剛蘇醒，緊接着就被外婆一腳踩住。女人從嘴裡吐出來一只通体發黑的蝎子，下一秒就鑽進了薩奇的體內。女警趁其不備将外婆一腳踢翻，然後强忍着惡心把蝎子硬生生拽了出来。另一邊，麗莎也利用手裡的镇静剂成功将赛布制服。此时的凱蒂還在追着查理滿屋跑，似乎是想把他當成自己蘇醒後的第一頓大餐。就在這時，查理看到了掙扎爬上來的女警。薩奇瞬間就明白了男人的意思，兩人埋伏在屋內，在凱蒂衝進來的瞬間將其死死抱住，任憑對方怎麼掙扎都不肯放手。而薩奇則按照錄像帶裡的內容緩緩念出了那段晦澀難懂的轉回咒語。凱蒂的掙扎逐漸變得軟弱無力，查理趁機將其按在地上，做好了成為下一個宿主的準備。這時麗莎也爬了回來，她瞬間明白了查理的意圖。一大團黑色的粘稠液體從凱蒂口中鑽入了查理體內，隨着交換儀式的完成，沒被徹底侵蝕的凱蒂終於恢復了自我意識。查理被裝進棺材封在了地下室，或許是沒有金字塔鎮壓的緣故，他還保留了一部分自我意識，可以通過敲擊棺材轉換成摩斯電碼與外面的家人溝通。但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麗莎不希望丈夫缺席孩子們的成長，她隨即聯繫了開羅的女警，兩人在電話裡達成了一個瘋狂的計劃。轉眼來到了1個月後，開羅的某處監獄內，護士拉着手推車走進了萊拉母親的監室。女人以為是每日的巡檢，並沒有放在心上，不料對方竟然直接給她注射了一針鎮定劑。直到這時，她才發現今天的護士換了個人。 You remember my Katie, don't you? She wants to know if you'd like to see a drink. 隨後，女警推着查理緩緩走進了房間，女人瞬間就明白了他們的意圖。房門關閉的瞬間，隨即傳出了念咒的聲音。女人最終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以上便是2026年最新恐怖電影《木乃伊重啟版》的全部內容。我還是會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賞。喜歡視頻的朋友們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們下個電影再見。